我身边的朋友啊，尤其女生呢，或者是我们看到电影的桥段呢，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情人节你不用送花给我的啦，浪费钱，你给我钱更好，然后我们简简单单吃一餐就好。在这种务实消费、精明消费的这个意识抬头之下呢，你觉得花市这个前景还有吗？花它不只是一份礼物，而且它是一份情感，它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除了是个情感之外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创造气氛的一个元素啦。就比如说生日，或者是周年庆，或者是一些企业活动 PR and marketing activity 那些。当你有鲜花在那边的时候呢，整个 vibe， 整个那个气氛就 liven up 了那个 atmosphere， 就很不一样，就很不同了。他们当然是会看到这一份礼物，其实不只是单单一个会凋谢的花，而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只要有爱，只要有情感在呢，那个鲜花它是永远都不会被取代。嗨，你好，这里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我是伟健。那么今天来到开门见商做客的呢，是大型鲜花配送平台，同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Bloomdis。近年来，全球各地啊，包括我国的花艺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传统的花店到蓬勃发展的线上花艺及鲜花配送平台，人们传情达意、庆祝人生重要时刻的方式啊，也越来越多样化了。可是呢，绝对少不了要送花。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对生活仪式感的追求啊，送鲜花已经不是情人节、母亲节这样的传统节日的专利了，甚至在日常生活和职场中呢，花朵也逐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市场的需求在扩大，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啊，新的品牌也如雨后春笋般不停的涌现，消费者的选择变多了，但对品质和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浪潮中 Bloomdis 到底如何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不停为自己的品牌增值呢？马上请出 Bloomdis 的联合创办人 Penny 朱香群，欢迎你 Penny。嗨，大家好，谢谢 BFM 财经再次邀请我到你们这里来受访，我也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再次分享我的创业旅程。好 Penny 已经是我们的真的是老朋友了，记得上一次你来到我们开门见商的那个时候，刚巧是碰上我们的新冠疫情，那个时候是 MCO 行动管制令嘛，是不是大家都在家？那么如今呢这个 COVID-19 呢，新冠疫情结束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Bloomdis 在这个顾客需求和市场趋势上，你们观察到有什么变化吗？然后你们又是如何去适应这些变化的呢So Bloomdis 一路以来呢，都是以线上为主的。So 之前在疫情的时候，当然我们线上的那个业绩也非常的高，非常的好。疫情过后呢，其实我们这边想，会不会有人对线上这个购买的活动减少呢？但是以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并不如此，还是很多我们的顾客还是继续的在我们的线上购买。我认为主要是因为那个节便很方便他们能够在我们的网上看到不同的 catalog， 看到不同的那些product category 跟 product type， 所以这里给他们一个很方便的一个 browsing or shopping experience。 所以当他们看到了他们所喜好的product 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很方便的下单，然后也很方便的收到礼品，然后他们的那个recipient 也能够很开心。所以我们看到呢，在疫情的时候呢，是100%都是线上的生意嘛。那么现在疫情过后呢，按如你所说的，其实没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目前的那个 ratio 是多少呢？线上跟线下？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些实体店，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个 corporate arms 的 for 我们那个 product and service。但是如果整体来讲呢，我们的线上还是在于98%，我们那个业绩还是 from 我们online。明白。那么其实呢，我们最近我其实有很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年尾了嘛，然后过后又是明年就年头，然后过后呢又是一个送花的季节，是不是？所以呢最近我就在网上搜索说要买花，我就能看到很多那一种不同品牌不同名字的那种线上花店呢，很多都冒出来了。我想请问一下，你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市场上的玩家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Bloomdis 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的呢？对，确实现在的确有很多不同的玩家、不同的品牌开始来上线来做这个flower and gifting e-commerce， 但是 for Bloomdis 呢，其实我们主要专注的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啦。虽然在这个市场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品牌跟玩家，但是 in terms of 那个鲜花的那个品质跟鲜花那个设计那方面呢，能不能够保证，能不能够确保这个那个花束是很完美的送到给那个 recipient 的门口，那一方面我不晓得其他的玩家能不能够做得到。但是 for Bloomdis 呢，因为我们有已经invest a lot in the operations process， so 我们能够很有信心很有我们能够确保啦，那个花的那个不只是它的那个设计那方面还有它的品质那方面，还有运送时间那方面也非常的重要。第二呢，如何维持我们那个position 呢？是 really in terms of 我们那个mission， 还有我们的 positioning，brand positioning。所以我们的 mission has always been creating moments of happiness。so 我们确保我们那个服务跟我们的产品呢，当我们送到给顾客的时候呢，都能够为顾客带来这个很喜悦跟一个很荣幸的一个心情啦。品牌那方面其实也很注重，因为现在呢消费者的那个appetite 一直在不同的变化，对，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也不停的在转变，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品牌呢是需要随着那个市场的变化跟消费者的喜好去 adapt to 那个市场而不是一直逗留在我们认为好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是需要了解我们的客户群，了解这个市场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到底在追求着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产品设计跟我们的服务演变成他们所需要的。是，所以我觉得你要一直向前走的话，你不能 short and diri， 是不是？你不能好像原地踏步。我觉得我卖的产品很好，是不是？所以你刚刚有说你们也想要研究一下你们顾客的 appetite， 我想要请问一下，你们是如何做这个 survey 的呢？你们如何那个视觉是怎么察觉到那个顾客的那个需求有变化之类的这些东西呢？第一个平台呢to observe all these things right is through 那个social media right， so 现在 social media 到处很多人都有用 social media， 而且在 social media 上面很多人很喜欢分享东西，有些是even oversharing right， so from 他们的 sharing 呢，我们大概都可以了解到他们到底喜欢在什么地方 hang out， 喜欢怎么样的设计，喜欢和什么样的人群交流，喜欢to be associated with what kind of vibes right， so from 那边呢，我们就可以大概去设计我们的产品还有或者是 bring in 一些品牌啦 to fit 他们的 appetite，so social media is one observation。 Another observation actually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做 survey 的，so 每一个产品我们送出过后呢，我们都会给一个 link 给顾客去让他们给我们一些 feedback，说到底他们喜欢怎样的服务，或者是对我们有什么样的review 之类的，所以通过那边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顾客到底喜欢什么东西。第三点，我们也是会透过我们的EDM 那个email marketing right 去了解一下我们的顾客他们到底会对怎么样的那些content会被吸引这样子。哇，我觉得这个用 social media 这一个真的是很精明的方式嘞。一，它又是免费；二，因为很多人真的是在 social media 他真的是畅所欲言，是不是？他很多自己喜欢什么取向之类的那一些，还有 preference 什么，他们都会在那一边分享，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那么 Penny，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一个生意其实它要做大做强呢，你要拥有一个很强的一个 customer base， 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谈到这一点呢，我们也知道build up 那一个 customer 的 loyalty 是非常重要的，顾客的忠诚度。那么我想请问，在这一边呢，你们是如何吸引更多回头客的呢？要如何怎样吸引回头客？首先呢，就是第一，那个产品的品质是要好。如果你的产品的品质是不好的话，那么顾客买
购买一次过后，他们就不会再回来了。第二就是你的客服能不能够做得好？如果客服的方面不好的话，顾客也是有第一次的 interaction 过后呢，他们不会要再回来呀。所以第三呢，怎么样attract？ 我们是怎样 attract 我们的那个loyal customer 呢？我们是有我们的loyalty program 啦，也是呀。所以在我们的网上呢他们是需要sign up 他们的 account。So once they buy the product using their account, right? So 他们的那个 account 呢就会帮他们积分。所以积成那个分数过后呢，他们可以把那个分数转换成现金去用那个现金 of course can be applied to our own products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有累积过高达150到200令吉的那个分数所以当我买下一个 product 的时候，是基本上它就是免费了，因为我是用我的积分来买。所以透过这一些小小的活动呢，我们能够 retain 我们的 customer 啦。除此之外，我们也是有做一些community project、community program。So 不只是卖产品而已，我们也是想要有一个 healthy 的 community to really understand 我们的 mission 是什么。然后比如说最近我们也是在做一些环保活动之类的。所以当顾客看到一个品牌一个公司有回馈社会的时候呢，他们就自然比较会想要 be part of it。明白的。那么我接下来想要问你的就是呢，其实我看到你们的官方网站呢，这个 Bloom This 的 official website， 除了提供鲜花，我看到你们也是有推出一些与花艺有关的一些 added value 的一些产品啊，像是有时你们会送娃娃，有时会送 hamper， 不是送 hamper， 是卖附加下去，就是你可以 add on 这样子，有 hamper， 有蛋糕，然后过后又有巧克力，然后又有相框，你们甚至有相框。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在定制在增加这些附加产品的时候呢，你们是以什么 criteria 来决定？我这一次我要加这个气球，我这一次我要加这个糖果，这样你们是以什么 criteria 来决定的呢？So 我们看回我们的那个 purpose 是什么啦？So 就比如说，如果顾客是买这个花束 for 生日，所以我们就会想到 OK 生日有什么产品是可以一起附送上，so that 那个收花者会更加开心，会更加觉得这份礼物有意义。所以生日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想到可以送上蛋糕，或者可以送上巧克力，或者送上气球，就把整个那个气氛就弄到更好所以因为很多人有时会说，如果送花很浪费钱因为花多几天过后他们就会凋谢掉还是什么之类。但是呢，如果我们放一些心思在这个花的产品上面呢，其实它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意义。这些意义呢，就是可以增进感情可以增进喜悦这些东西其实是金钱也买不到。所以锦上添花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那么你们在选这一些，好像例如我看到你们网上有卖蛋糕，你们是有没有人会不会特地只是跟你单买一个蛋糕这样子罢了？有没有这样子？也会，因为呢，我们的服务是4个小时嘛，所以如果你上网订的话，如果你是选我们的 Express Delivery Service， 在4个小时里面你是可以送到的So that is why 我们有些顾客他们也是会只是单单跟我们订蛋糕或者只是单单订气球或者只是单单订娃娃之类的。4个小时送到？4个小时送到OK，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好像气球，我觉得你们应该会自己 produce 吧，是不是？自己都能充气之类的。那么蛋糕这一些是你们自己做的呢，还是你们会有跟别的厂商合作这样子的呢？So for 食品上呢，因为目前为止我们的设施还不是一个食物的工厂，So for 蛋糕呢，我们是跟其他的厂商一起合作来制作成的。当然这些厂商也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去找的，这厂商一定要有那些合格验证，一定要有那个set up 他们的 operations properly，一定也是要有那个halal certificate，之类的这些 criteria before 我们 onboard 他们成为我们的vendor 或 supplier。
所以你们也是自己也是要事先做一个 due diligence， 先去看一下，这个厂商是不是靠谱，你们才跟他合作，才跟他进货。对，毕竟是食物嘛，顾客会把它吃进去的，所以这个真的要多加小心。对。好的。那么其实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actually我不懂会不会有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啦。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啊，很多那一些朋友，尤其是女生呢，或者是我们看到电影的桥段呢，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情人节送花的那一些那个女方呢，通常会跟那个男主角讲，你不用送花给我的啦，浪费钱，你给我钱更好啊，或者我们简简单单吃一餐就好。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在我们这种大同朋时代钱是越来越小了，是不是？而且我们的收入又停滞不前这样子所以在这种务实消费、精明消费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意识抬头之下呢，你觉得花市这个前景还有吗？你怎么看呢？所以的确，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或者可爱的一个现象啊。很多女生可能都会说，鲜花浪漫但不实际。对吗？对那你就给我钱就好了吧，是吧？但是其实花它不只是一份礼物，而且它是一份情感，而且它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比如说那个花，除了是个情感之外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创造气氛的一个元素啦。就比如说生日，或者是周年庆，或者是一些企业活动 PR and marketing activity 那些，当你有鲜花在那边的时候呢，那个整个 vibe， 整个那个气氛就 liven up 了那个 atmosphere， 就很不一样，就很不同了除此之外呢，其实那个鲜花它能够表达的意义其实很重的，因为那个花虽然我们是看到是一束花，但是背后呢其实是已经充满很多不同那个制作过程把它制作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呢那个花的前景其实还是很 positive 的，因为现在那个消费者他们那个appetite， 他们那个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一直在转变，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花把创新对这个花束的那个 arrangement 有创新，或者是给一些更好的价值 for 那个 consumer 的话呢，他们当然是会看到这一份礼物其实不只是单单一个会凋谢的花，而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本身认为呢，如果只要有爱，只要有情感在呢，那个鲜花它是永远都不会被取代。其实送花的季节有很多，我们也知道一年365天，每一天都是送花的一个好日子嘛。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们 Bloomdis 以你们现在的规模呢，哪一个节日哪一个季节算是你们的一个旺季 peak season 呢？如果在那个时候你们的 revenue 可以最高去到多少的呢？So 的确365天每一天都是送花的好天但是如果你是说旺季来讲的话呢，情人节和母亲节都是一些旺季。当然那些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 celebration period， 那些就是说好像圣诞节啦农历新年啦，或者是 Hari Raya 之类的，也是一个送礼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因为在这些 season 每个人都是要表达他们的情意表达他们的感恩给对方。但是呢如果你是说最旺的话呢，其实是情人节啦情人节，因为这个情人节呢，它不只是恋人之间那个表达爱意的一个节日，它其实也是家人之间表达的爱意，就是说你的丈夫给太太或者是不是小朋友，孩子给父母或者是孩子给公公婆婆之类的，就他们看到长辈那个维持好感情的榜样，他们都是会送鲜花的so 它是一个也是appreciation 的一个 period 啦不只是恋人之间。So in terms of 那个销售量的话呢，它是比平时多3倍到5倍3倍到5倍的那个销售量
呀，对500%。呀，那么对多对对 OK 呀，所以就在这个很peak season 的情况呢，that's why 我们是真的很需要很仔细的去分析跟安排那个我们的生意的运作，呀，因为平时 let's say 如果你平时是做1000个 order 的话呢，到情人节你可以做3000至5000个，呀，所以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怎么突然间去应付这一个 operations， 它是一个非常挑战性非常高的一个一个活动啊。对，所以你们是怎么样去应付的呢？好像人力方面，你们有没有聘请更多人呢？还是你们如果我们也知道做 QC 也是很重要吧？那个时候，对这一方面你们怎么应对的呢？所以有几个方法啦。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去 leverage on technology on how to ease our work。Right， 所以我们会去看一看有哪一个 process 是可以 automate 的，所以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的 proprietary technology， 或者是我们会 build 一些tools， 或者是用一些 platform 来automate 这个 process 啦。当然少不了要会插花的人呀，所以我们也是有我们自己的 academy，right？ 所以我们是会教人怎么插花。所以当有这些peak period 的 season 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叫他们回来，就一起做那个花呀。So 同样的时间呢，我们也是会聘请更多那些 delivery driver，so that 他们可以把那个花送到那个顾客的那个住所或者是公司之类的。所以你每年这样子遇到这样子的情况，那种 peak season 你们都是可以应付得到的咯，是不是？目前为止我们是都应付到蛮好的。我会so in terms of 每一年我们都给我们自己新的 target，给我们自己新的挑战呀。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 process 但是呢，我们的 teammate 他们都很合作啦，很 united，然后很有 teamwork 之类。所以当我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些挑战都是会过去啦。当我们感受到那个成功那个结果，你应付到那个订单之后，哇，很有成就感，对，是不是？很有那个成就感，因为最重要的是顾客很开心。这个是最重要的，顾客体验，顾客的 experience 是不是？那么刚刚 Penny 你也是有说，你们的那个我们知道情人节那个订单一定是最多，就是线上订单一定很多的啦，是不是？其实刚刚你也有说，就是线上是比线下更多的，那么为什么你们又要开一个实体店呢？那个实体店呢，其实是有几种原因啊。第一呢，就是那个 customer 的他们那个 shopping behavior 有变化。Right， so 有些顾客群呢，他们是很喜欢在线上购买，但是我们也是有一些顾客群呢，就是很喜欢去到实体店去感受那个花的品质，跟看花的那个模样呀，所以他们喜欢那个look and feel， so that's why 我们有一个实体店。那个实体店呢，其实也是一个collaboration with hospitals， 因为我们那个实体店是在医院里面的。为什么要在医院里面？so that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so that 它是很方便去医院探病的人买花、送鲜花、送水果之类的水果篮去探望他们的病人，或者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家人。所以这一个其实是一个is something for the community that we do as well 啦。因为通常每个人去到医院，他们都会觉得很沮丧，是那个 vibe 真的很不好的，对。so 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个花店在那边，我们的花店在那边就帮他们uplift 他们的 mood。所以他们可以去花店里面逛逛，看看花朵，开心一下，然后也购买那些水果篮，或者是那些baby hamper 之类的去探因为有些会刚刚在那边labor 是不是 give birth， 然后过后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occasion。OK，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顾客在线上能做到的东西，线下也是肯定能做到吗？线下你们还会给什么 added value to 那个顾客呢？当他们去你们的店的时候，除了他能感受那个花朵 ，maybe 他们可以 customize 他们的那个花篮还是 arrangement。他们当然也可以去customize， 但是 customize 当然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啦，compared to 他们 straight away take from 那个冰箱，right？ so 他们可以 customize， 然后他们也可以basically 看到不一样的category 咯，因为有一些产品啊，或者是像气球之类的东西呢，只有在那个实体店里面才有。因为不同的那个 channel 会有不同的 product category。I see。我们也知道现在最近呢，环保意识抬头很多人都讲，要绿色，要环保，是不是？所以呢，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你们做 Bloom This 花朵这一种呢，是属于 perishable 的 product 嘛，是不是？然后你们为了要呈现最佳的那一个产品呢，你们在包装方面呢要花很多心思，在运输方面呢也是要花很多心思，而这两个包装和运输涉及到的呢，就是要很大的一个环保问题啦，是不是？因为你要很多的包装，很多的 packaging 如果很多的人力是不是之类的东西？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在环保这一部分呢，有做出一些什么努力吗？So luckily 我们那个产品呢是鲜花，而且鲜花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biodegrade 的一个产品，so 这一方面我们会觉得OK 安心一下 at least 安心一下，因为它是一个organic product right so 当然as 一个公司来讲的话呢，我们对那个环保跟 ESG 那个意识是一定要有，而且我认为也是一个公司是需要对这个社会负的一个责任是so that's why 最近呢，我们有开始有做一些活动啦，把第一呢就是减少塑料那个non-biodegradable 塑料的usage right，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逐渐把那些non-biodegradable plastic 转换成 compostable plastic already。所以因为你包扎鲜花的时候呢，会很难免一定要用 plastic， 因为要不然会漏水之类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把一些原料转用成compostable。这样子成本会不会更高呢？会高但是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现象啦。第二呢，就是我们涉及一些环保活动。So 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的团队呢，我们大概带30个人的团队呢，去到柔佛州的一个海边那边去拾垃圾。所以我们去 do a beach clean up。所以我们把那些塑料跟垃圾全部收集起来，然后运输他们到一个recyclable 的那个工厂，再循环的工厂。所以这个再循环的工厂呢，他们把这些塑料呢转化成一些recyclable material，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花瓶。所以这个花瓶呢，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花瓶，你可以把它当成喝水用的杯，或者你可以把它当成放笔放 stationery holder 也可以。会不会你们把这个花瓶，这个 recycle 回来的花瓶 include 成为你们的一个包装呢？也可以所以我们也是有 plan 把这个东西either 是可能是可以捐给别人，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放上网so that 这一个活动呢，它能够持续下去因为 in order for us to make 那个花瓶呢，我们是要去收集一个指定volume 的一个塑料。对so 当然我们30个人不可能Like you cannot maybe 1-2个花瓶that's the end 不可能收集成5000个 kg 的那个塑料所以我们是需要当地那个村民的帮忙community 的一个合作了。对 exactly so 当地的村民帮忙他们也是他们的一份那个收入生活的一个收入。所以如果我们的顾客买这个花瓶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间接之中也是在帮助这些村民那边的人了。对 OK 非常好非常好哇，我听起来很有意义了这一个 project。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是要谈谈Bloom This 的
挑战嘛？因为我们知道 Bloomdis 创业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也是一个蛮 established 的，不过还没到 corporate level 啦，是不是？不过你们 soon to be 啦 ，hopefully 啦，是不是？慢慢成长嘛，对不对？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从创业到现在呢，你们有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过你们是怎么样 overcome 的呢？所以如果你是说创业初期的话呢，其实就是资金那方面跟经验那方面啊。所以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和我的联合创办人也是刚刚投入这个entrepreneurship 或者是 business world，有很多东西我们也是那时候不会，然后慢慢的学。资金那方面我们也是用我们自己的储蓄，而且当时候也是还向家人借了一些钱来开始 start up 这一门生意。so 那时候这个是一个那个 start up 的挑战啊。当然当我们as we grow the company，就有不同的挑战，就比如说 operational management，还有整个我们去如何build 那个 company culture，right？ So 因为如果你是要走得快的话，你一个人走。Right， 你一个人走你可以走得快，但是如果你有多过100个人一起走的时候呢，你要把每一个人是去走到同样一个步伐而不是一个人可以自己一个人跑得很快，那个没有意义，而是要整群人整个团队的人一起踏一步 at the same time， 那个就是 boss， 如果一个人就是 boss， 如果你带领的话就是 leader，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so 这个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挑战啦，我会说就是一个operational and cultur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然后第三呢挑战呢就是 in terms of 我们要怎样去维持跟持续那个retain 那个 talent 呢so as an organization 我们是有义务去spot the talent alright and then after that develop the talent right so 因为每个来过Bloomdis 工作的员工呢，我们都是会有责任要提拔他们，把他们变成更好的 individual， right? So along the way， maybe 有些人你已经培养了，但是他们已经有翅膀了，可以在外面飞了之类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一来就是支持他们，或者就是要怎么想办法去retain 他们在这个 organization。 That's why 那个 culture 跟那个公司的价值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是retain talent 留住人才，这个其实我相信都是很多企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是不是？正如你所说的，我从他一个幼苗，我培养到他长大了，如果他有翅膀了，如果他就到外飞了啦。不过呢 retain talent 就是要继续把他留在你的公司为你处理，然后让他继续成长，不只是留在公司，而是要让他继续增长，继续扩展。很好，所以在这一方面你们有做些什么努力吗？在 retain talent 这一方面？So I think the first thing is that we need the organization need to have a good culture, right? So have a good values 啦right? 我们培养的人才呢，他们也是有维持这样子的 value， so 我们的 value 是customer first, right? Customer first, teamwork, embrace change, and then trust, respect, integrity, and passion, right? So 第二方面呢，就是look into 那些benefit and compensation 咯。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人才的话，当然我们不可以 short change 他，我们也是要给他那个升职的机会，升职加薪的机会。对吗？老板听好了。然后我们也需要给他一些不同的发展空间，比如说给他可以开始带领或者领导比较 junior 的 teammate，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他让他做一些比较大的 project， 所以给他有一个增值的感觉。好的，那么其实讲到另外一个挑战哦，我在网上呢，我也是有看到一些post 关于 Bloomdis 的，有些人讲那个 customer experience 就是不是很好之类的，好像我向你们 customer service 投诉，然后过后没有下文，然后过后不是很 positive， 所以对于这一方面你们打算怎么样 improve 呢？在这一方面so 当然
我们不是 perfect， 我们也是有我们的一些瑕疵那些，但是呢，每一次我们有这样子的 feedback 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很努力的进行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些领导问题呢，还是有些是员工问题呢，还是员工还不习惯不熟悉这个 operation 呢 customer first 的这一个理念是不是？还是这个 particular 员工是一个新的员工呢，不会还不怎么了解怎么去应付顾客还是什么之类的。So当我们有这样子的 feedback 呢，我们通常都是很we will receive it in an open heart, alright, with open arms as well. And then after that 我们就会去慢慢的改进啦。我们会联系顾客，或者是做出什么样的补偿或者赔偿。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要问一下，访问我们已经到了尾声了。最后呢，我想问一下，你们 Bloomdis 呢，在未来有什么扩展的计划？特别是有没有一些目标是要在2025年你们一定要 achieve 到的吗？So 我们最近呢，刚刚在我们的那个Johor Bahru 的那个 site expand 啦，所以我们就刚刚在Johor Bahru 那边，我们起我们的warehouse 跟 fulfillment warehouse，so 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为那个柔佛的那个 community 带来更多的欢乐，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 我们也是会 enhance 我们的 service and quality in 新加坡，当然我们也是有海外发展扩展的那个目标，so 可能明年的时候我可以再跟你分享。OK， 明年你再上来，非常欢迎。好的，我们非常谢谢 Penny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那么呢，不知道你听完Penny 分享了这一些她的创业的经验心路历程你们有什么看法的话，有什么想法的话呢，也可以在留言处告诉我们啦。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也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那么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财经的最新影片啦。我们下期见。